什么人？弟媳，弟媳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！偷城！哎，去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别往向前，别人给我赶下去！来了有料，下不得死！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清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承旨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柴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蹦的老胆的、丧胆的，给我往死里砍！好。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绕到对面侧营，听信号，动手。救火！大佬，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披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使了，就去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哎，跟着大郎冲！
车臣快走，我等殿后。快走啊！ 尔等男人甚是无趣，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。嗯。 太尉，南寨失火！什么？南寨？将士们，都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 启禀主帅，末将率18智慧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者，焚毁了瘴匿屯粮的南寨。你的18指挥，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，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，混账东西！小畜生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，自己陷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，你有几个脑袋？末将知罪。滚下去带队！那。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。来人，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，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喝酒吗？痛快。赵光义，字元老。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。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尔
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1分3瓶以上的技巧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红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久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天下的阿弟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。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似乎都不对。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接朕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好美啊！再煊赫的盛世，也终有落日；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
第10日了，只怕过了这个冬天，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守城固然艰难，可攻城的贼众只会更难。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城墙可视，人心不可视啊。最初几日，凭着一腔义气热血，一番高绝厚禄，尚可支应。如今10日过去了，渭南多变，人之常情。再加上天寒难耐，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。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，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。倒是朝廷这边，号称征朔，有一个天子，却也没有一般呢。朝堂上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，苦撑危局。京师之外，谁还在乎这个朝廷？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？外无必救之兵，则内无可守之臣罢了。守了10日了，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章程没有。不能议和呀！一定要坚守，不能比以死相守，对吧？我等必将以死相许，应哪有？令公，令公，令公来了。文肃，令公，打开重元殿，上朝。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。回去冯令公复命了。你说什么？整肃兵马，撤回到皇城里。撤回去？那这城呢？不守了？当日令公颁下的军命，便是守城10日。如今10日已满，君贵兄，你是在与我说笑吗？元朗，撤军吧。趁着现在张燕遭到军队还未调动，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。浴血11日，死了的、活着的，都是好汉子。
殿下，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余下这些弟兄不当枉死。枉死！守城那一日，副帅给了我18个指挥，满编18个指挥，是2221人。如今只剩下800余人。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，拆军归拆军归，你们真他娘的无耻！不会有援兵的。我知道，再守下去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没有副帅的将令，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。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成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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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郎，咱就这么走了？娘的，这么窝囊，再打也打不动了。撤啊！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！行了。